咱们今天不看那些被诗意包裹的温柔富贵乡，不看什么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咱们挑开那层金灿灿的锦缎，去看看里面爬满的蛆虫和獠牙。《红楼梦》这部书，很多人头一眼望过去，满眼是大观园里的诗慧雅集、脂粉香气。可您要是真信了这套粉饰太平的把戏，那您在现实的名利场里，恐怕连怎么栽跟头的都搞不清楚。这部书的真正内核是一部关于系统崩溃、权力清洗与灵魂绞杀的冷酷启示录。看不透这一层，您就白读了。咱们先把时间拨回林黛玉进贾府的前夕，京城一家不起眼的古董铺子里，一个叫冷子兴的商人就着冷酒，把荣国府的底牌掀了个底朝天。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全书的财务预警报告。原话是这样的：如今的贾府，外面架子虽未渗倒，内囊却也进上来了。您品品这话的分量，这家大业大的百年豪门，账面上早就空了，现金流断裂，主仆上下几百口人，全靠吃老本撑面子，靠讲排场维持那个摇摇欲坠的空壳，上上下下安享尊荣者众，运筹谋划者无。系统已经僵化到骨子里，危机的倒计时正在悄无声息地滴答作响。就在这艘巨轮悄悄漏水的时候，命运把一个外来者推上了甲板，他就是林黛玉。您闭上眼睛，想一想她当时的处境。母亲刚刚病逝，父亲林如海把她送往京城，这哪里是去亲戚家串门，这分明是一个失去庇护的孤弱女儿，被命运的手推进了一个规矩森严、吃人不吐骨头的顶级名利场。咱们把镜头拉近，看看黛玉进府的那一刻，那顶小轿子摇摇晃晃停在了荣国府正门前。那是怎样的大门？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紧紧关着，透着一股将人拒于千里之外的威压。可黛玉的轿子根本没资格走正门，那扇门只有皇帝临驾或举行大祭才会开启。轿夫们十分熟练地把轿子抬向旁边的角门，连停都没停，直接从侧门绕了进去。您仔细体会这个细节，一个微小的路线选择，就是豪门给新人的第一剂下马威。等级与尊卑，在这扇角门前已经说得明明白白。黛玉从轿中出来，扶着老嬷嬷的手，每走一步，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她眼里看到的是那些穿戴比寻常人家主子还要气派的丫鬟婆子耳朵里听到的，是连咳嗽声都要压到最低的死寂。原著里写她的心理状态，用了8个字，叫做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生怕被人耻笑了去。一个6、7岁的小女孩，本该是扑在娘亲怀里撒娇的年纪，却要在脑子里装上一台高精度的雷达，疯狂扫描着周围每一个危险信号。这种战战兢兢，这种生怕踏错半步的窒息感，像不像您第一次踏进某个水深关系复杂的职场时，那种喘不过气的压迫感？穿过重重院落，黛玉终于见到了贾府的最高掌权者贾母。这场会面堪称一场经典的豪门政治秀。贾母一把将黛玉搂入怀中，心肝肉地大哭起来。老太太心疼外孙女，这眼泪里自然有几分真情，但在权力的核心地带，即便是眼泪，也是一种政治站队。最高领导哭了，底下的人谁敢不哭？一时间，满屋子的女眷丫鬟全都拿出帕子抹眼角。这压抑的哭声里，有几分是真悲伤，又有几分是察言观色的逢场作戏。您自己掂量。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悲伤氛围中，一个放肆的声音突然从后院传了过来：“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您仔细体会这个出场，在讲究规矩和竞速的顶级豪门，谁敢在老祖宗伤心的时候放声大笑着破门而入？
他就是荣国府的实际运营官王熙凤。王熙凤用一种近乎张狂的姿态撞进了黛玉的视线。她浑身珠光宝气，头戴金丝八宝攒珠髻，裙边堆着豆绿宫绦，宛如神仙妃子。她一进来，先是拉着黛玉的手上下打量，对着贾母一通猛夸，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这哪里是外孙女，简直是嫡亲的孙女。这一番话滴水不漏，既夸了黛玉，又捧了贾母，还顺带安抚了在场的迎春、探春等自家姑娘。紧接着，王熙凤拿帕子擦了擦眼角，开始哭黛玉可怜的母亲。等贾母刚说了一句好了好了，别哭了，她立刻转悲为喜，笑脸盈盈地问黛玉几岁了，读什么书，带了多少行李，下人安排好了没有。这哪里是普通的亲戚寒暄，这是王熙凤在最高领导和全体员工面前进行的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汇报演出。她用精准到毫秒的情绪切换，向贾母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与八面玲珑，同时也在向初来乍到的黛玉亮出底牌。在这座府邸里，除了老太太，实际的规矩是我王熙凤定的。林黛玉看着眼前这个笑面如花却又透着凛冽寒气的二嫂子，心里立刻就清明了。这座金碧辉煌的百年大厦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纯粹的骨肉亲情，每一句关怀背后都标好了权力和利益的刻度。她在这个家里的生存之战，从跨入那扇角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悄然打响了。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座看似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百年大府，终于迎来了他最后的也是最疯狂的一次高光时刻。元妃省亲贾府的大小姐贾元春在深宫里熬了多年，终于被封为了贵妃。皇帝开恩，允许她回娘家省亲。为了迎接这场泼天的皇恩，贾府上下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陷入了彻底的癫狂。他们买下周围的土地，把两座府邸的花园连通，堆山凿池，起楼盖阁，硬生生用白花花的银子砸出了一座人间仙境——大观园。您仔细想一想，那建园子的钱是从哪儿来的？那是把贾府库房里最后那点积蓄全数填了进去，是透支未来换来的一场盛大幻觉。大观园里的每一块太湖石，每一株名贵花木，甚至买来的那12个唱戏的小女伶，上面都沾着底层百姓的血汗，滴着贾府提前预支的末日。当元春坐在明黄色的八抬大轿里，趁着夜色回到贾府时，您猜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她没有笑，而是满眼含泪说了一句：当日寄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儿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这位高高在上的皇贵妃心里比谁都清楚，那金碧辉煌的皇宫，那耗尽心血堆砌的大观园，对她来说不过是一个更华丽、更冰冷的牢笼。这场省亲榨干了贾府最后的元气，却也给大观园里的少男少女们留下了一个短暂的避风乌托邦。可再高的围墙终究挡不住墙外残酷的生存竞争。就在大观园里的公子小姐们吟诗作对、伤春悲秋的时候，一个叫刘姥姥的底层农妇在凛冽的寒风中推开了荣国府的大门。那是快要入冬的季节，刘姥姥家里连买冬衣和粮食的银子都没了，一家老小眼看着就要冻饿而死。为了活命，这个70多岁的老太太带着小孙子板儿，厚着老脸来贾府打秋风。第二次进荣国府时，贾母觉得新鲜，便把她留了下来，带进了大观园。在很多人眼里，刘姥姥进大观园是整部书里最搞笑的喜剧桥段，但客观您若是真把这当喜剧看，那可就太委屈这位老人家了。咱们把镜头对准邱爽斋的那场早宴，为了讨好最高领导，贾母、王熙凤和鸳鸯
在背后设了个局，要把刘姥姥当成一个逗闷子的高级玩物。他们故意给刘姥姥递上一双沉甸甸的镶金象牙筷子。您体会一下，一个用惯了粗楚筷的农妇，捏着这么一双又滑又沉的金筷子，手都是抖的。紧接着，丫鬟端上来一碗小巧溜圆的鸽子蛋。刘姥姥站起身，看着满屋子穿金戴银，等着看她出丑的主子们，突然扯开嗓子，用一种极其滑稽夸张的腔调大喊：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话音刚落，满屋子的人全笑疯了。史湘云把一口茶全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得趴在桌子上直不起腰，贾宝玉直接滚进了贾母怀里，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王熙凤，连话都说不出来。在这片震耳欲聋的笑声中，刘姥姥拿起那双沉甸甸的金筷子去夹那颗滑溜溜的鸽子蛋，好不容易夹起来，脖子一伸，却咕咚一声掉在了地上。刘姥姥赶紧叹气，说这一个就是12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客官，您真的以为刘姥姥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子吗？这是一个在泥土里刨食、摸爬滚打了70年的老人，他难道不知道尊严是什么？他难道看不出鸳鸯和王熙凤在捉弄他？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但在生存面前，尊严是明码标价的奢侈品。他是在用一种近乎粉碎自我的降维生存哲学，跟这个顶层名利场做一场赤裸裸的交易。他扮演小丑，把自己的粗俗和滑稽当成筹码，去换取这些权贵阶层指缝里露出来的一点残羹冷炙。事实证明，他赢了。他走时带走了100多两银子，还有各种绸缎药材和点心。那100多两银子够普通庄稼人舒舒坦坦过上好几辈子。刘姥姥用那张老脸替全家人换来了一条活路。这种被生活逼到绝境，却依然能豁出一切，咽下屈辱活下去的强悍生命力，难道不比那些只会吟风弄月的贵族公子更值得敬畏吗？就在刘姥姥带着全家的希望离开贾府不久，大观园上空那层虚假的温情面纱终于被暴力的铁拳生生撕裂了。咱们来看看前半部最惨烈、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一个高潮：宝玉挨打。贾宝玉是这个百年基业唯一的嫡派继承人，但他偏偏长了一根反骨。在那个崇尚科举功名、光宗耀祖的正统体制里，宝玉不愿去读四书五经，不愿去结交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官僚，反而觉得天地间的灵气全数聚在那些清白女儿的身上。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对贾府的掌权者而言，就是最致命的系统病毒。这颗定时炸弹终于因为2件事彻底引爆了。第一件，王夫人的大丫鬟金钏因为和宝玉说了几句玩笑话，被王夫人当众羞辱并撵了出去。金钏不堪受辱，跳井自尽了。第二件，宝玉结交了忠顺王府的戏子蒋玉菡，惹得王府的长史官直接上门要人，狠狠打了贾政的脸。贾政这个封建正统礼教的绝对捍卫者彻底气疯了，他认定这个逆子不仅败坏门风，更要给家族招来杀身之祸。您看看那场骇人听闻的庭审，贾政双眼通红，喘着粗气，命人把宝玉按在长凳上拿绳子捆死，嘴里堵上东西。他嫌小厮打得不够狠，竟然自己夺过大板子，咬着牙拼了老命的往下砸。那不是父亲对儿子的管教，那是一个冰冷的体制在对一个试图越狱的觉醒灵魂进行最无情的绞杀与规训。板子重重落在宝玉身上，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把衫衣都浸透了。宝玉起初还能喊疼，到后来连微弱的呻吟声都没了，只剩气若游丝的喘息。整个荣国府被这惨烈的毒打声惊动了，王夫人连滚带爬地扑了进来，抱住贾政手里的板子。她不敢护着宝玉正面反抗丈夫，只能拿已经死去的长子贾珠来哭诉。紧接着，
贾府真正的最高权威贾母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在丫鬟搀扶下赶了过来。老太太指着贾政的鼻子，声色俱厉地大骂：“你要打死他，干脆先勒死我！”贾政面对母亲，只能跪在地上磕头赔罪。这场血肉横飞的冲突，把贾府表面上那种父慈子孝、天伦和乐的遮羞布扯得粉碎。他冷冰冰地向所有人宣告，在那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宗法系统里，个人的自由和意志是绝不允许存在的。你若敢偏离他们为你设定好的成功学轨道，等待你的就是粉身碎骨的惩罚。宝玉虽然在贾母的庇护下保住了性命，但那一道道血淋淋的伤疤已经成了大观园这座乌托邦崩塌的倒计时。熬过了那顿惨烈的板子，贾府这艘巨轮终于开进了暗礁密布的险滩。大观园里的欢声笑语再也掩盖不住账本上触目惊心的赤字。当锅里的肉渐渐见底，抢食的人就会露出獠牙，这是千古不变的生存定律。贾府里不是没有明白人，庶出的三小姐探春临危受命，接管了荣国府的日常运营。她像一个试图力挽狂澜的空降管理者，想在这张密不透风的利益网里撕开一道口子。她精打细算，把园子里的花草树木承包给各房老妈子打理，想通过责任到人的方式开源节流。可改革是要动人蛋糕的，那些在贾府盘根错节了几十年的老仆人和关系户，怎会容忍一个小丫头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阳奉阴违，倚老卖老，软硬兼施地给探春下套。探春的改革就像用一根绣花针去缝补一个千疮百孔的热气球，充满了无力感。她的庶出身份在那个讲究嫡庶尊卑的森严体系里，注定了这是一场徒劳的挣扎。既然内部矛盾已无法通过常规手段调和，高层就必须寻找一个替罪羊，来一场肃清异己的清洗。借口很快就来了，一个绣春囊，也就是那个时代带点颜色的私密物件，被吊在了大观园的山石后面，恰好被邢夫人捡到。这一下彻底戳中了最高掌权者王夫人的神经。在她眼里，这座曾经纯洁的乌托邦已经成了藏污纳垢的法外之地。于是王夫人露出了最冷酷的底牌，发动了《红楼梦》里最令人窒息的一场政治运动，抄查大观园。在那个不眠之夜，大门紧锁，灯笼火把将大观园照得通亮。王熙凤带着一帮如狼似虎的陪房老婆子，像查抄逆贼一样，一间一间踹开那些清白女儿的房门。他们翻箱倒柜，把女孩们的贴身衣物粗暴地抖搂在地，用最龌龊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个无辜的生命。这哪里是在查什么作风问题，这分明是系统在资源枯竭时对内部弱势群体进行的一场残酷清洗。在这场丑陋的狂欢里，迎春低头认命，惜春连自己的贴身丫鬟都保不住，直接弃车保帅。但探春没有退缩，她大开着房门，平竹而坐。当那个狗仗人势的王善保家的不知深浅的去搜探春的衣裳时，探春挺起胸膛，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那老妈子的脸上。那一声清脆的响，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刺耳。那是这个清醒的灵魂对腐朽体制最愤怒的抗诉。探春流着眼泪，绝望地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客官，您细品这句话，多少百年基业，多少庞大的商业帝国，哪一个是真正被外人打垮的？全是从内部烂透的。但探春的这一记耳光救不了所有人。这场清洗最大的牺牲品，是那个大观园里最灵动、最不肯服管的灵魂——晴雯。晴雯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那种就算站着死，也绝不肯跪着活的硬骨头。
您一定记得它最高光的那一刻。晴雯思善，就因为宝玉不小心惹了她生气，宝玉为了哄她，拿来名贵的扇子让她撕着出气，她就真的坐在院子里的凉榻上，伴随着清脆的裂帛之声，一把接一把的把那些象征着主子财富和规矩的扇子撕得粉碎。那清脆的响声是这个底层女孩对权贵规则最痛快的嘲弄，是她短暂生命里最绚烂的自由。但在森严的体制面前，这种不羁和烈性本身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王夫人早就看这个眉眼像黛玉，又不安分守己的丫头不顺眼了。借着这次抄查，还在重病中的晴雯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好，就被两个粗壮的婆子硬生生地从炕上拽了起来，像撵牲口一样赶出了大观园的大门。咱们把镜头推进那间破败的泥土房，曾经在大观园里光芒万丈，连饮水都要最精细的晴雯，此刻正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宝玉偷偷溜来探望，看到的是一幅令人心碎的画面。那个曾经骄傲的女孩，如今面若枯槁，命若游丝，口渴难耐。宝玉只能拿起桌上那个沾满泥垢的茶壶，倒出半碗带着涩味的粗茶。晴雯端起来，像得了甘露一样，一口气灌了下去。但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晴雯依然没有向这个世界低头。她用尽最后的力气，生生咬断了自己留了多年的2根葱管一样的长指甲，脱下贴身的旧红绫小袄交给宝玉，流着眼泪，咬着牙说：既然他们一口咬定我是狐狸精，我今儿就把这罪名坐实了。我清清白白的来，干干净净的走。这哪里是一个丫鬟在交代后事，这是一个被世俗碾碎的小人物，用自己最后的血气向那个虚伪冷酷的世界发出的一声绝不妥协的怒吼。晴雯死了，带着那份宁折不弯的清白，死在了那个寒冷彻骨的秋夜。晴雯的死宣告了大观园这座乌托邦的彻底崩塌。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扯得一干二净，里面露出的全是血淋淋的权力交锋。等待这群少男少女的是命运张开的血盆大口。外面的风雪越来越大了，咱们这碗苦茶也熬到了最痛心、最刺骨的火候。晴雯的死不过是这场大雪崩前落下的一片雪花。当系统内部的资源被彻底榨干，内斗的把戏也就唱到了头。真正毁灭性的打击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那个护佑了贾府100年的政治靠山终于轰然倒塌。那天，贾府的大门不再是供人逢迎献媚的通道，而是被一股不属于他们这个阶级的绝对暴力一脚无情地踹开。冰冷的皮靴声沉重地踏破了荣国府的青砖，明晃晃的钢刀直接架在了那些平日里连旁人喘气声大了都要蹙眉的老爷太太们的脖子上。您闭上眼睛，想想那个画面，昔日高高在上的主子们，那些自诩血统高贵、不可一世的男男女女，此刻全被像驱赶猪羊一样轰进了宽阔的院子，齐刷刷地跪了下来。他们只能绝望地听着那些粗野的差役，在他们曾经吟诗作对、伤春悲秋的大观园里，进行着粗暴的打砸抢掠。一箱箱用民脂民膏和无数算计换来的金银细软，被无情抬走。一张张盖着大印的封条，死死贴在了那扇象征着100年荣耀的朱漆大门上。在绝对的皇权和暴力机器面前，什么世家大族，什么100年基业，什么错综复杂的人脉网，全都是上位者案头随时可以轻轻抹去的一粒灰尘。贾府这艘千疮百孔的破船，终于迎来了彻底的沉没。但最让人觉得荒诞和心寒的是，这座大厦在彻底倾覆的前夕，内部依然在进行着残酷的绞杀。在这片废墟之上，上演了整部书中最令人心碎，也最具戏剧张力的一场生死交错。
一边是为了给已经疯疯癫癫的宝玉冲洗，贾府的高层合谋了一场惨无人道的骗局，到处张灯结彩，红烛高烧。他们把端庄手里的薛宝钗塞进了花轿，却狠心地告诉宝玉，你要娶的是你心心念念的林妹妹。这是体制在临死前为了保住继承人做出的最后一次毫无人性的挣扎。而另一边，在潇湘馆那个冷冰冰的院落里，林黛玉的生命力正随着窗外的漫天风雪一点点耗尽。您仔细听听那个夜晚的声音，前院是喧闹刺耳的唢呐和丝竹管弦，那是世俗为了掩盖危机强行拼凑的一场虚假狂欢。后院是黛玉一声接一声撕心裂肺的仿佛要咳出血来的咳嗽声。当黛玉得知宝玉即将大婚的真相，当她意识到整个家族都在合伙欺骗她这个孤苦的外来者时，她没有歇斯底里的大哭，也没有拖着病体去前院大闹。这个被世俗误解为小肚鸡肠、尖酸刻薄的女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展现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决绝与高贵。她挣扎着坐起身，让紫娟把火盆端到床前，颤抖着那双已经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拿起了那两方宝玉曾经送给她的旧手帕。那上面有宝玉为她流下的眼泪，有他熬尽心血写下的诗句，那是他们之间超越了肉体和世俗的灵魂契约。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那跳动的火苗，没有一丝犹豫，将手帕扔进了火盆，火舌瞬间吞噬了那一点温存。紧接着，他又拿起了那一叠平日里视若珍宝的诗稿，那里面写满了他的才华，他的孤傲，他对这个浑浊世界的不妥协。那是他的灵魂，是他在这人间保持清白的最后证明。他闭上眼，将诗稿投进火盆。在这个唯利是图的家族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交易，婚姻可以交易，爱情可以交易，连人命都可以交易。但黛玉用这一把火冷冷地告诉他们，我的灵魂你们买不起，也毁不掉，我宁愿让它化为干净的灰烬，也绝不留给这个肮脏的世界去染指。临终前，他拼尽全力喊出的那半句话，宝玉你好，不仅是对爱人缺席的绝望，更是对这个冷酷系统最无力却又最悲壮的控诉。而前院，当宝玉满怀欢喜地挑开新娘的红盖头，看到的却是薛宝钗那张端庄却毫无生气的脸时，那个曾经在女儿堆里流连忘返，以为真情能够抵御一切的富贵闲人，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盖头的落地彻底崩塌了。这哪里是洞房花烛，这是贾府用谎言和强权为他打造的一座终身监禁的牢笼。在这场巨大的毁灭中，老天爷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连那个曾经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算无一策的人，也迎来了最凄惨的清算。王熙凤，这位曾经杀伐决断，把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铁腕运营官，最后落得个什么下场？靠山倒了，家产抄了，曾经被他欺压的下人开始疯狂反噬，她最看重的丈夫贾琏更是毫不留情地甩给了她一纸休书。在那个漏风破败的屋子里，王熙凤病入膏肓，咳血不止，身边连一个端茶递水的人都没有。她曾经引以为傲的精明，她用尽手段积攒的那些带血的财富，此刻连一剂救命的汤药都换不来。她躺在光板冰冷的炕上，看着四壁透进来的寒风，或许会想起多年前她第一次大笑着走进林黛玉视线时的那份张狂与不可一世。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他用一生去迎合和利用这套冷酷的生存法则，甚至把自己变成了这套法则最锋利的刀。而最终，这套法则像一头饿极了的野狼，毫不留情地将他一口咬住，连骨头渣子都没给他剩下。这就是妄图在深渊里起舞的最终代价。命运的镰刀无差别地收割着这座府邸里的每一个人，
不管你曾经多么风光，不管你曾经多么卑微，全都在这场时代与权力的风暴中被碾作了尘土。各位客官，咱们终于走到了这条夜路的尽头。那是一个冬天，雪下得很大，仿佛能掩盖住这世间所有的肮脏、血泪和算计。在毗陵驿的渡口，贾政的官船停泊在岸边，漫天风雪之中，岸上缓缓走来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件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在这无边无际的死寂与冰冷刺骨的黑白世界里，那一抹刺眼的红，是贾宝玉在这个世俗人间留下的最后一点温度，也是他对这滚滚红尘最后的一次回眸。他走到船前，没有说话，只是面对着那个代表着封建正统，曾经用大板子将他打得血肉横飞的父亲，倒身一拜，拜了4拜。这无声的4拜，是斩断血缘的恩断义绝，是对父母生养之恩的最后偿还，更是和这个他曾经深深爱过，又将他心爱之人一个个残忍吞噬的庞大系统做出的最彻底的告别。贾政如梦初醒，拼了老命的在雪地里追上岸去。可那一僧一道夹着宝玉，大笑着飘然远去。真是应了那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批阅10载，增删5次，难道只是为了给咱们算一笔失败者的烂账吗？难道只是为了散播看破红尘的虚无主义吗？绝不是。他是在用自己家族毁灭的血泪，为那些在深渊中挣扎过的生命唱一首安魂曲。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穿梭在钢铁森林里，为了房贷车贷，为了职场上的那点晋升，为了名利场上的半个席位，精打细算，如履薄冰。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在建造属于自己的大观园？当看透了权力的游戏不过是过眼云烟，当认清了世俗成功的终点往往是万物皆空，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残酷的生存法则？《红楼梦》给我们的答案，不是让我们变得像王熙凤那样冷酷世故，也不是让我们像贾政那样麻木盲从，而是在看穿了繁华终将落尽的底色之后，依然能生出对抗残酷的勇气。在这个算计无处不在的世界里，愿你能像晴雯那样，哪怕身处危贱，也保留一寸不肯低头的清白骨气。愿你在面对利益倾轧时，能像黛玉焚稿那般，誓死守住自己灵魂的底线。因为当大厦最终倾颓，一切外在的标签、地位和财富都被剥夺之后，唯有你对这个世界付出的真心，你在暗夜里为他人点燃过的那一点微光，才是你真正来过这人间的唯一证明。夜深了，风雪也停了，《红楼梦》这杯苦茶，咱们今天算是彻底喝透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客官，愿您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咱们下期再会。